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胖哥。那今天呢，我来教大家如何编译 OpenWRT 这个软路由系统。你只要按照我的步骤去做，我保证你能编译成功。那么本来是没有这期节目的，但是呢，我上期做的那个 OpenWRT 的视频包括安装，然后配置外，还有装一些插件。那虽然就是所有的步骤我都照顾到了，但是呢节奏比较快。那有一些小伙伴跟我反馈说，看了这么多还是云里雾里的。那么这期的视频呢，我就打算做的慢一点，然后把所有的细节都讲清楚。当然这也就导致我这个视频的时长非常的多。那么我想到时候看一下效果，如果各位小伙伴反馈不错的话，那么我以后可能都是这样出视频的一个节奏。好，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无论编译官方的 OpenWRT 还是 LED 这个版本，它们的编译知识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之前提到过 LED 这个版本呢，它是比较接地气，那么集成了很多的一个插件。如果你要在那个 OpenWRT 官方这个版本去编译你要自己去整合很多插件进去的话，就会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就用 LED 这个版本来给大家做演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LED 这个版本的官方它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指南。其实呢，编译我们的部件只有4个步骤。首先呢，你要准备好它的一个编译环境，然后呢，安装相关的依赖。那接着呢，就是下载它的官方源码，做一定的配置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编译了。那么呢，我们就来展开来讲一下。那首先我们要准备编译的环境。那么官方推荐的呢，就是一个 Linux 系统，并且是 Debian 或者乌班图的。那么无非就是物理机的 Linux 系统或者虚拟机的 Linux。那么像它这边也有那个 Windows 加子系统 WSL 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一种呢，就是 macOS 原生区编译，因为 macOS 它是类那个 Unix 系统，所以呢它也是能直接去编译。那么我当时偷懒就想直接在 macOS 上面去编译，那么安装好它的这些依赖之后呢，也进行了这些配置。但是我在进行编译的时候，它就提示我你的硬盘是大小写不敏感的，然后就报错。所以呢，你要编译的话，你就得专门去准备一块硬盘，或者说你去虚拟一块硬盘出来去专门为了编译去使用。但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一般的用户，我们并不需要去做这个开发，所以你不会每时每刻都去编译它，你可能有一个大版本更新你才会去动它。但是呢，你为了做这样一个操作，你会做很多很多的一个插件，然后又做一些很多的配置，然后呢，你还要在你的硬盘上面划分一块那个大概40G 的一个空间给它，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推荐的一个方式。那么剩下的呢，其实就是 Linux 系统直接去编译。那么它这里推荐的那个乌班图和那个 Debian 我都是去尝试过。那么乌班图呢，它的桌面版还有server版我都试过。那么无论这哪个版本，我都发现就是安装依赖的时候，它有一个包，它是提示你它的源里面是没有的。那这样的话，你要去另外解决，这又会耽搁你的时间。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去选用 Debian 来操作。接下来我们就去下载 Debian， 然后在那个 EXSR 里面去创建一个 Debian 的虚拟机。那么你自己有其他的，比如说 VMware 或者 VirtualBox 都是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你直接用物理机装也可以那像我群里面像那个狐狸，它就是用 Linux 作为主系统可能都不要额外的去下载去安装。那么我们直接去搜一下 Debian。这里的话可以搜到它这里直接就有一个 Debian 的一个下载链接，然后点进去之后呢，我们这里选那个官方的 CD 或 DVD 的一个镜像。那么根据你的情况，你可以去选那个 CD 镜或 DVD 镜像。但是如果你选 CD 镜像的话，需要你的网络很好，因为它所有的一些东西都是强依赖网络去安装的。当然你也可以更改国内的源那我这边呢就去选择 DVD 的一个方式，因为它默认就是集成很多软件了，那我就不要额外的再去安装。那我们这边等它下好。我在录制视频的时候，突然上海防空警报的演习出来了，你有可能听到背景里面它的一个防空警报在叫。那我们下载好我们的 Debian 之后呢，直接在这边把我们的 Debian 的那个镜像把它上传上去。那我这边呢已经上传好了，就在这边。那么你记住它的一个路径，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创建我们的虚拟机。
这边选择 Linux， 然后版本的话就选择 Debian 11的64位。这里就是说，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用 ESXi 的话，我之前有做过相关的教程。那么从 ESXi 的安装到它的那个硬盘还有网卡的直通都有，你直接去参考那个教程就行。那选择一个硬盘去存储。这里的话要说一下 CPU 的话，建议你把所有的 CPU 都分配给它，因为你在编译的时候线程越多的话，它编译的越快。内存的话无所谓，直接给个16GB 也 OK。那么磁盘这边呢，经过我观察，就是说你至少要给到它40GB 的空间，那我直接先给100就 OK 了。然后 CD、DVD 这边就选择我们刚才的镜像，我们直接在 Soft 里面选中这个镜像，接着点下一步，然后完成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把电源启动。OK， 这里有2个方式选那个图形安装方式，还有那个命令行的安装方式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区别。那我们可以选择中文或英文，这其实无所谓了。如果你选择中文的话，就是它后面的这个选项都会根据你选择去匹配。经过一定的检测之后呢，这里主机门我们就默认好了，域也是默认。这里让我们设置 root 密码，随便打一个就 OK 了。新用户我们也随便叫一个名字。这里新用户它并不是 root 的用户这边要注意。那我们还是同样的设置密码。防空警报又来了，听到它这个声音了没有？这里的话直接使用整个磁盘。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路上都是下一步的一个操作。这里不要什么额外解释选否。那这里呢，让你选择是否从镜像去安装。那你网络好一点的话，可以选择是；如果不好的话，你直接从镜像安装也可以。这就是下载 DVD 版本的一个用处。然后继续。这里的话，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网络情况去选择国内队员，像这个 USTC 还有163都是国内队员，会比较快一点。这里也可以去设置代理，这里有一点要说明，就是说你在这边设置代理的话，到时候你安装好之后你在默认去使用它的语言的时候，它也会走这个代理，要单独设置掉。那这里如果你不设置的话，回头也没有什么问题。这里选否。这里的话就是桌面环境我们还是要装一下，然后我们把 SSH server 去勾上，其他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里其实桌面环境也是不需要去装的，但是对于小白新手的话，只要有桌面环境，你去开启一下那个 SSH 的服务配置下 IP 是相当方便的。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安装呢，我们就开始安装引导器。这
这里我们也直接去选择。OK， 这样就安装完了。正常来说，像这种虚拟机安装好之后，它自动会把那个 DVD 把它给去掉，或者在那个 BIOS 里面直接就是那个从磁盘启动。如果你发现还是进来的时候还是那个安装界面的话，你把那个 DVD 直接把它给断掉就行了。那这是我们刚才创建的用户，我们这边直接登录。好，那我们进到桌面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直接可以在这个桌面、这个界面里面，我们去开始编译我们的那个 OpenWRT 的源码比如说这边输入 terminal， 然后根据这边的那个提示一步步编译我们的源码就可以了但是我个人的话不是很喜欢在这样一个页面下去操作第一点是这个太丑了，第二点呢就是像这么多的文字我希望是复制进去，而不是一个个打进去。所以呢，我会另外就是在我的 Mac 下面通过我的终端去连接它。这也是我为什么刚才在安装的时候选择那个 SSL server 的一个原因。然后这边的话，网络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直接的去看到它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连接。那比如说我这边是那个192.168.50.9就是这台机器的网址，那我通过 SSH 去连接这个网址登录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是 Windows 用户的话，我以前的话习惯使用 Excel， 你可以去使用这一个，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它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免费版的，就是家庭学校免费你可以去注册一下，然后下载直接去使用就可以了。那我直接在 Mac 上的话，我用的是那个 iTunes 这一个免费的客户端其实都一样，反正只要能连上去就行了。那我们现在 SSH 打这个命令，然后我的用户是 TPX12，然后输 @192.168.50.9.192， OK。然后这里因为你是第一次访问，所以它会保存你这个 K 的记录，直接打 Yes 就可以了。然后输入你装系统的那个密码，回头之后咱们就进来了。那么访问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官方这边的指导去使用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远程登录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跟着官方这个文档继续往下面找。那么每一行的那个命令呢，我都会跟你解释这个命令的作用。那首先呢，我们复制第一个命令，把它贴到咱们的运行框里面。这里的话提示你输入我们这个普通用户的密码，这是因为sudo 打头的这个命令呢，就是意味着你需要用到管理员的一个权限，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输入密码确认。但是你输入进去之后，你会收到一个提示，他说你不在这个 sudo 的这个文件里面，那么还是不让你去执行，所以我们还是要进行一定的一个配置。然后我们切换到我们的 root 用户，打 su 回车，然后让你输入密码。这边的密码就是我们刚才装系统第一个设置的密码。OK， 设置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的一个符号变成了井号。然后我们用你喜欢的编辑器吧，我平时用 VR， 但是很多小白用户不会的话，我们可以用 Nano 这个编辑器 ，NANO， 然后编辑 etc 下面的 Studio 这个文件就是这行命令，然后回车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些快捷方式可以让你去进行一些操作。那么我们直接在这里我们新增一个，我们把我们的普通用户 TPX12加上去，那后面呢照抄就可以了。OK，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个退出的一个按钮，就是按 Ctrl+X， 这个时候它提示是否需要保存你的修改，肯定是选 Yes。
然后这里它有一个文件名，我们直接回车。好，回车之后这里就改好了。然后呢，我们来退出 Lot 的一个用户。这里之所以要这样操作啊，因为你后面去编译源码的时候啊，其实你都是用普通用户去做的，只是说安装的时候呢，需要Lot 用户啊。当然，如果你不想这样去配置，你也可以直接像我刚才一样，直接进到那个 Lot 用户的一个界面，然后把 sudo 这个去掉，直接这样安装也可以啊。这个就看你喜好了。那我这边操作完成之后，我们再来复制这行命令去执行一下。这个时候还是让你输入命令，输入好之后呢，它就会去更新我们的源。好了，然后你看到这边它又报错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安装的时候用的源是我们的那个 DVD， 就是下载那个镜像文件，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它就报错。那我们还是要再改一步。然后我们来修改一个文件 sudo， 然后 nano etc apt， 有个 source list。OK， 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行那个 clone。那么我们的操作很简单，就是在前面打一个井号，井号的话就是把这一行的配置给注释掉了。然后我们同样的在这里按 Ctrl 加 X， 当然是保存，然后回车。这个时候啊，我们再去执行这一行命令。可以看到这里就正常了。然后我们复制第二行命令，那这个命令呢，就是说先整体的升级一下你系统里面已经安装的软件一些包。我们回车。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最新的，不用去管它。然后执行第三个命令，这里的话就是安装我们必要的软件，这个跟比如说你在用 Windows 啊，或者是用那个 Mac， 直接在那个软件应用里面直接安装也是一样的。我们回车。这里的话就是拼网速了，如果你网速好的话，安装会很快；如果网速一般的话，就比较慢。那么，前面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啊，如果你选的是国内的软件源，像163这些的话，理论上来说速度是 OK 的。那么我这边为了保险起见呢，我还是用了官方的它的一个源，那我这边速度呢就会相对慢一些。那么我们感觉快结束的时候啊，它这边报了一个错。那么通常呢，像这种错误呢，你不要特别紧张，因为一般来说都是很常见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上入谷歌。那比如说它报这个错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报错复制一下，搜索一下。那这里可以看到不止你一个报这个错，对吧？看到它这边有一个答案，然后已经有人点赞了，对吧？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个答案应该是可行的。那么你也要看一些其他的一个答案的一些备注。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操作基本上就是先删掉这个软件，就是等于这两个就是把它给删干净，然后再去重装这个软件。然后这里的备注你可以看到它是先让你把那个系统更新一下最新的一个系统，然后呢有可能还要重启一下，然后呢再去咱们重新安装这个 test-common。 那么结合这些软件呢，就是按照你自己的一个经验，那么基本上就是说我先要把这个东西给删了之后呢，我可能再重启一下之后呢，我们再重新安装这个软件，可能它就 OK 了。那像它这个步骤，我感觉其实是有点多余的，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一个东西。那按照我的经验，我就感觉直接删掉这个冲突的这个软件，再重新装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复制它之后，我们在这边回车，它这里有好多的软件其实没有什么用了，提示你用这个删除它们。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洁癖的话，可以先执行这个命令，把这些软件都删掉，然后我们再去清掉这一个，这样提示就少了，对吧？点回车。
然后根据这边的提示呢，就是最好重启一下，其实感觉有点像 IT 3 buff 对吧？重启重装换电脑，然后我们也重启一下。重启的命令呢也是要管理员权限的，所以我们要sudo加上去 ，sudo shutdown。这里加一个2就是重启的意思。后面呢，如果你不加时间，它会延迟一定的时间去重启。如果你要直接重启的话，直接打0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因为你也重启了嘛，所以你整个网络它就断掉了。那么等待一段时间呢，它应该系统起来之后，你又可以重新去连了。OK， 再次登录。登录之后呢，我们其实稍微改一下这个语句，把删除的变成安装的命令，然后回车。这个时候就安装好了，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报错，对吧？接着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步骤，我们重新执行一下，看看有什么遗漏。OK， 再完全更新一下。好，这里再处理一下。那如果这个步骤处理好之后，它没有任何的报错，那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那么像我之前那个软件冲突以外的那种错误，99%可能都是网络问题。这个你就要仔细看一下你的网络是不是可以改善，或者说选择相对比较快的一个源。好，那么我们后面来进行正式的一个编译。那我们先执行第一个命令，那这个呢是下载源码。那么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源码下载了281兆的内容。那如果你的网络情况比较差的话，可能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会断个好几次。这边反正出错的话，你就重新下载。然后呢，我们进入它的源码目录。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整个目录，这里有这么多文件。这里也是一样的，它是更新一下它自己需要依赖的那些源的那些源码，那跟我们系统里面更新一下系统软件是一个意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源其实有一个配置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这是它默认配置的一个地方，我们进去看一下。其实你自己要装一些软件包的话，你可以直接根据那些软件包的说明，你可以把它的源配置在这里。然后我们执行下一个，就是安装它的相关的包，我们直接执行这个命令，它就会去安装。这个步骤好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正式的去配置咱们的编译的内容。你去编译内核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选项给你。那这个界面呢，就是咱们内核的一个配置界面。其实你在这一步，你甚至不用做任何的操作，直接退出，然后进行下面的那个编译，它也能成功。但是呢，有些关键性的一个选项，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方便你后面的一个操作。我们先来说一下精神生成，这步是非常关键的。首先你要选择你系统的一个架构。那么正常来说，我们都是 x86， 对吧？那有可能少数的小伙伴会用到 ARM， 基本上感觉90%吧，应该都是 x86。那这里的话，其实你选 x86 之后呢，它这边默认都是帮你选好了，就这几个其实你都不用去动它。然后呢，这里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说你的镜像的一个生产，它这里有很多的选项那么可以看到它这里的提示，这上面有提示，就如果你是打星号的话，它是那个编译进去的。那如果它这个方向是空的话，也就是说它不会去考虑这个选项。然后 M 的话就是当成它是一个模块，就是说你要到时候另外去把它编出来，或者另外给加进去的。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呢可以去生成 EFI 的那个等于启动镜像然后呢把这个终端也加进去。那么关键的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它
可以让你去生成一个那个 ISO 的一个镜像。然后很多小伙伴呢，他的那个虚拟的平台是 PVE， 那么它也可以生成 PVE 的一个镜像然后 VirtualBox VMware然后像这个 Hyper-V 就是那个微软的它的那个系统自带那个虚拟机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市面上所有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主流的那些虚拟机，它这些镜像你都可以去生成。那我这边去用的话就是 EXI 的，就是 VMware 那套体系的镜像，就是 VMDK， 这边我勾选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现在要用 PVE， 那你就把 PVE 的选项勾上，或者 VirtualBox 的选项勾上。这个到时候你生成好这个镜像，你直接去载入这个镜像，你就能去使用了。当然，如果你是要那个把这些镜像要写到你的那些硬件的那个路由里面，你可能就是要生成这个镜像文件，然后直接再去写到你的那些磁盘，那你也可以去选这个选项。那这边的话我就保持默认，因为对我来说这个选项就够了。但是呢，还是有一点，它这边选项还有另外的一个内容，就是说，那你去确认你的那个内核的那个分区的大小，还有你整个文件系统的它的一个大小。那么默认来说呢，它是足够的，就是说你真的把软路由来当路由使用的话，这个是完全是 OK 的。但是很多小伙伴就是会在那个软路由里面装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插件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装进去，那这个时候它默认的像400兆这个空间呢，它就不够了。那这里呢有2种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在后期比如说挂载一个磁盘进去，或者说通过比较繁琐的像这样一个操作，比如说滴滴的一个操作把你原来那个小的那个磁盘把它所有的内容复制到一个大的磁盘里面，但是这种操作就会非常的麻烦。那既然你都自己编译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编译的时候就去设置好这个镜像的一个大小。那比如说我这边把它内核的镜像加到160兆就可以了。这里整个系统它只有400兆，那我直接加个0变成4G， 那你再不够你可以再加2个0，对吧？这个都是可以的。那么我觉得4G 的话应该足够了，我觉得4G 都有点浪费。当然它这个文件系统它是动态的，会自己去增加，所以呢问题也不大。OK， 那这是我们生成镜像的一部分选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但是呢这个步骤又是可选的，那就是我们的网卡的一个驱动的选择。那么可以到这个界面内核模块，那么之所以说它是那个可选项，是因为它默认选的那些网卡驱动基本上能满足市面上大多数的那个网卡的那个识别。如果你的网卡不在那个它默认的识别范围里面，那真的是太小众了当然真的不排除这种情况，对吧？如果有一些奇葩的机器的确是有很奇葩的网卡的话，那么你可以在网络设备里面去找到你对应的那个网卡的驱动像这样把它勾选上，把它变成信号然后推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软路由它是带无线的，你也要去选择无线的一个驱动。那么一般市面上软路由硬件基本上都是不带无线的，因为像我这样我自己都不用软路由硬件，我是用了我那个服务器，然后无线的话我是用了原来的那个华硕的那个路由，把它当成 AP 使用。那么像它默认的这个驱动里面它的配置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包含任何的无线驱动的。那如果你自己需要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那个无线的型号，然后在这里面选上到时候编译出来就 OK 了这是第二点，就是又重要又是个可选项。接下来我们说第3个选项，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选项，甚至也是你选择 OpenWRT 然后去定制它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了，那就是我们插件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进到这个目录，然后选择 Applications， 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插件，你可以去选中它。
那么之所以选择 LED 这个版本啊，就是因为它机身的插电非常非常多。那如果你去用官方的那个版本，可以看到这个目录下面就零星的那么一点插件，那你可能要去插件的官方，然后去看到文档，然后再把这个插件集成到它的那个编译的那个文件里面，这个就非常的折腾。那这里你就可以直接去选了但是有一个误区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你看到这里有很多插件，并不是这里所有的你都需要去把它选中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误区。就是说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说你的插件越少越好，真的是越少越好，因为你这里全部选了的话，很多插件它其实通过网络去使用，有些它默认它就起来了，这个时候会对你造成一个不可预料的影响，可能会有冲突。那么像网上有些人他编译了插件之后，就基本上把所有的插件能编译的都放进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想法是纯粹的炫技还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么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只选你用到的，这样才能高度的定制化，而且就算你出错了，你也能非常非常简单的去判断它，也可能是某个插件导致的，或者是哪里设置问题。否则你这里全部把它选上之后，然后你对这个整个报错的信息又不是特别了解的话那你就有的苦受了。那么像我自己编译的一个插件就我现在用到现在可以看到用了开了10辆对吧？那么我的插件只有这两个，我其他的都没有选那真的是还装了一个那个 WireGuard 的一个插件，因为我要那个 VPN 回来，那其他我都没有选。这样的这种插件就是稳定性是非常非常好的。OK 这个扯得有点多具体这些插件是干什么的，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说明。那如果你不是很清楚，你也可以谷歌一下这个插件到底是干嘛用的，或者说你自己想要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工具，然后去搜索一下它什么名字，然后在这里面找一下也 OK。好，那我们这里选退出。然后主题这边呢，我们回车，就是说它官方也有几个主题给你去选择但是因为我这边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就默认的就 OK。默认的其实就是这个页面说实在话不是特别的好看，但是 OK 吧，也就这样，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当你设定完这些之后觉得 OK 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选择保存。然后它默认的话就会保存这个.conf 文件里面去，然后再点退出，我们就可以进行编译了。那么有时候呢，你改吧把它给改乱了，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改了哪些东西，然后编译的时候又出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把它的一个配置文件把它给删掉。比如说我这边不小心改了这个东西，加了这个，你可能回头你就忘了，然后编译的时候报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的配置文件删掉。可以看到这边文档也写了，那如果你要重新配置的话，去执行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就是会把你 temp 下面的那个文件删掉。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进行编译所以你 temp 下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把我们刚才那个保存那个配置文件也删掉。这个时候呢，你重新去执行这个命令它就会重新配置，那么是它默认的那些选项，就是你没有动过的那些东西。好，这是初始的页面。然后我们刚才这里不是改了一部分内容吗？可以看到再进去的话，它这里就没有了。那么，就说我这边还是把它改一下，改成160。然后这里空间呢，就给它4G，保存。OK， 我们退出来。好，那么我其实就改了这2项，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编译。我这边呢是先下载一些别依赖的那个库把它给下了下来，我们直接复制，然后执行。这里要注意，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而且它中间有一个 download 非常非常的长那个时间并不是出问题了，你就耐心等待就 OK 了。
OK， 那么经过极其漫长的等待，终于把所有的依赖全部下载完成了。只要不报错，其他等的慢点完全没有问题。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真正的编译了。那复制这个命令呢，我们就可以去编译。那么注意 J 后面它说是线程数，那它这里是建议第一次编译是单线程啊，我这边是真的不建议，因为我听说有人通过那个单线程去编译啊，他竟然用了6个小时。那么我个人建议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用满线程去编译，除非你编译的时候真的是碰到了错误，然后再去用单线程去编译，去看它错误在哪边。那么按照我现在的那个经验啊，就是说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就算有问题，可能也是你下配去配错了。你比较好的操作呢，就是重新把你的配置文件给删掉，然后再重新配置一下，就是通过这一步，把你配置文件删掉，然后重新配置一下，然后再重新编译就 OK 了。好，那么我们现在的编译呢，就是说用你最大和去编译执行这个命令。那这个命令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啊，它只是一个参数的一个变量。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内核数呢，你直接用这个变量就 OK 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看到我这边的那个线程数啊是40，因为我给它分了40个那个线程。那我们直接复制，然后粘贴回车，这样的话它就会用我最大的40核的那个线程去编译，然后我们就要等待就可以了。那经过了1个世纪的等待，终于编译完成了。那么为了跟大家保持一致啊，所以我这次的配置啊，只是改了那个整个目录的它的一个大小，还有它那个镜像那个启动那个目录的大小，其他都是默认的设置。没有想到它是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编译完成。那么你可想而知，如果我用1个线程去编译的话，要多久，对吧？那么官方这边它为什么会让你用1个线程先去编译呢？就是怕你报错。那当你多线程去编译报错的时候，因为它显示出来的那个内容它其实是相互穿插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识别到它到底是哪里有错误。那么单线程去跑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报错它的显示顺序都是顺序的，所以你就是能很清楚的看到它是哪里报错。那么你到时候有报错的话，可以在那个 H 这边去提这个报错的问题，然后按照的格式把它写出来。那么可能就会有小伙伴来帮你解答，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很多情况下，如果不是很通用的一个问题，并没有人来帮你去解答，你真的得自己去找到那个问题是什么情况，然后去尝试去处理。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完全小白的用户的话，我也是不太建议你去编译这个固件的。好 ，OK， 好，那么就到这边，然后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编译好的固件。那么官方这边呢也说了，就是你编译完成之后啊，它的输出一定是编译里面的 targets。我们来看一下。x86 进去。好，可以看到这是它生成的一个文件。那么我们之前勾选了那个 VMware 虚拟机的一个磁盘文件，它这边帮你生成了然后还有一些启动的，就是说 EFI 的文件。那么如果我们用虚拟机的话，其实这2个文件我们都不需要用。那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如果你是装在 PVE 或者说微软的那个虚拟机，就在我们刚才那个选项里面去选对应的那个它的镜像就 OK 了。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文件给拿出来，那你可以通过 FTP 的方式，或者说直接加上一个 Web 的一个方式把它给拿出来。那我自己呢喜欢使用这个软件，就是 LRZSZ 这个软件去把它给复制，或者说从外面把文件给拿出来。那么如果你在 Windows 下直接用 Excel 呢，它是不需要额外的像我这里做额外的配置。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在 Mac 下面使用免费的 Item 2的话，你可以根据我写的这个文档，你去做相关的一个配置，这样就能去使用。那么我们呢，先在系统里面去安装这个软件。
那么我前面已经安装过了，你安装的话就执行我这个命令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就打 sz， 然后把这个文件名字打上，回车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弹窗告诉你要存在哪个目录里面，然后直接就选择我们 download 的目录。OK， 已经传送好了。你可以看到它这里的文件，虽然你设置了4G，但是它只有105兆，那么说明它本身目前所占用的内容就是105兆。那么到时候后面4G怎么来呢？就是说你额外去装一些东西，它会动态的去扩容。那么我们在我的那个 ESXR 里面来看一下。OK， 那具体关于我们编译好软路由之后怎么去配置这个软路由，然后其他一些配置，那么你看我之前的那个视频就 OK 了。那我们这边只是做一个测试，我们新建一个。这里我们选择其他 Linux。CPU 我们无所谓了，我们就全给它好了。内存的话，根据我的经验就是你完全是当它是真正的当它软路由去使用，而不是用其他比如说下载 BT 或者 All-in-One 的操作，1GB 是足够的。那这里硬盘的话，我们直接把它给删掉，然后添加一个已存在的硬盘。那这边的话，我们新建一个目录，然后把刚才我们拿出来的硬盘文件把它给上传上去，可以选中它。这里什么最大大小是 3.14TB， 这不用去管它。然后这里要选一下，选成 IDE 模式的。网络的话，我们就默认，其实还可以添加其他网络，这个具体看我上一个视频。好，然后我们来启动一下。这里看到它停顿之后，我们直接点进去回车就可以了。配置方面我就不多做赘述了，因为之前的视频里面我都已经做过了。那我们简单的先把 IP 改掉。这里的报错不用管它，因为像我自己去使用的话，我是不会去加载这个插件，我也没有其他的硬盘把它给放上去，而且它这个报错其实对你的使用完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重新去改这个。这个 IP 我应该还没用过，然后我们来重新加载一下配置。然后我们输入99，这边我们就能直接访问了。默认的密码是 password， 刚才已经提到过。这边进去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这边只连了一个网口，系统里面，像刚才磁盘报错就是这些挂载点磁盘管理的一些错误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是它默认的那些配置，帮你装上了。像网络共享这些我都没有去处理。API 什么，它其实默认的话基本上是挺全了，你也可以直接用默认的配置但是我自己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精简，可以看到只有一点点，只有这些，其他都没有了。那我们再转回去看一下我们那个磁盘管理，可以看到这边它的大小是4G 对吧？也就是我们刚刚改的那个4G。
我们点进去之后呢，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分区，有个磁盘，它是160兆，也就是我刚才在配置内核的时候我是把它加了个0。那这里3.91GB 呢，就是我在那个400兆的后面也加了个0。那么总的来说呢，它就是4G OK。那么如果我不在那边改的话，你这边要去把它扩容，那你就要用其他的一个方法呢，会比较麻烦。那既然你都编译了，那何不把它直接改好呢？那么视频到这边呢，也就接近尾声了。这次新的尝试就是把所有的细节就是从0到结束都是完整的演示了一遍还做了一些扩展。那不知道大家是否满意？如果你觉得喜欢的话，欢迎多多点赞，然后3连我的视频。那么我到时候看总体反馈，如果后面反馈就是我这样制作就是视频很长，但是呢所有内容也不赖，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反应来跟着我的视频去操作。那像这种形式如果 OK 的话，那么我后面都会按照这种方式去做。那么你对我这样做一个视频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反馈给我。那包括视频本身这个编译的内容也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来告诉我。OK，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边，谢谢各位观看，拜拜。